两个人的小森林第26集即将发生的精彩故事。金熙本想告辞，但他发现了那张李甜甜一直没舍得扔的无条件原谅静熙一次的纸条，于是改变主意，继续留在清水村。静熙为了表现自己，特意去李甜甜家劈柴，但他没干过农活，实在劈不好，于是露了一手自己的厨艺，得到李奶奶的赞扬。李甜甜回到家，看到满桌的饭菜，嘴上虽然不饶人，但还是坐下一起吃。静熙做了李甜甜喜欢吃的肉，李奶奶看出两人的关系不一般，但李甜甜还是嘴硬，却被李奶奶看出两人的手机壳是一对的，关系自然也没那么简单。虞美人发现芦苇地里有死去的保护动物绿翅鸭，将它带回去解剖，发现胃里有农药，怀疑是有人故意毒杀。小雪的队友猜测，这很可能是贾三干的，毕竟有一次他曾经撞见过。但贾三为人狡猾，警察没有完整的证据链，也不能对他怎么样。虞美人为了阻止贾三对绿翅鸭的杀害，特意只身一人前去侦查。此时正是黄昏鸟类的第一个活动高峰期，虞美人等了好久，还没见贾三的踪影，不禁怀疑他是要在清晨的高峰期来。正在这时，贾三走路的动静传来，虞美人赶紧躲进芦苇丛中，掏出手机拍下贾三将绿翅鸭收起来的视频。贾三越走越过来，虞美人后退之时发出响声，引起贾三的注意。他立刻掏出刀子，是要给与他作对的人一点厉害瞧瞧。虞美人吓坏了，赶紧蹲下拨打报警电话，可电话还没打出去，便被人捂住嘴巴。虞美人吓得回头，才发现来人是庄宇。庄宇见贾三马上就要到了，便让虞美人抱住他，他再翻身倒地，装成一对情侣。贾三掀开芦苇一看，直叹自己晦气，便没有再追问，转身离开。庄宇的突然出现让虞美人很是疑惑。庄宇表示自己想见虞美人，自然就来了。至于庄宇为何会找到这里，这就得归功于吕简了。原来那天吕简被李主任和庄宇拦住之时，也想挣扎一下，可惜口袋里的输出慢了他。庄宇从吕简要请假2天的事来推断，虞美人正是来了白猿的野保站，于是立刻买票出发。虞美人还在为庄宇上次不告而别就出国的事生气，口气便有些不好。但庄宇并不生气，还与虞美人入住同一家民宿。晚上民宿里正好没电，虞美人怕得很，可又不想原谅庄宇，于是强装镇定，拒绝庄宇的陪伴。虞美人洗漱好要上床睡觉的时候，风吹动大门发出响声，这让虞美人很是害怕。庄宇就在虞美人的隔壁，他拿着蜡烛敲响虞美人的房门，将蜡烛给了虞美人，怕她气闷，还给她拿来了小风扇。庄宇知道虞美人害怕，便给她讲了一个男孩追星的故事。虞美人听完故事后像是睡着了，于是庄宇手里的离开。等传来关门的声音，虞美人又睁开的眼，抱怨庄宇离开1年多，就讲了个什么也不是的追星故事，翻身睡觉。李甜甜在奶奶的一再要求下，帮静熙提东西回民宿。她提醒大美别忘记明天的约定。静熙听了百爪挠心，可李甜甜又不肯告诉她。于是第2天，静熙和助理扮成瓜农，偷偷跟着李甜甜，看着李甜甜跟大美的互动，心里酸得不行。李甜甜一回头，似乎瞄到静熙，静熙赶紧转头压低帽子，而她的助理也很机灵，赶紧转到另一条岔路上。李甜甜没能确认跟着她的人是静熙，而静熙也跟丢了李甜甜。助理弄来的这辆车掉链子，静熙只好无奈地在原地跟助理吃瓜。她想不通有什么事是需要2个人一起去做的。助理拿出手机一看，才知道今天是7夕节。静熙一想到大美对李甜甜表白，便再也待不住，于是灵机一动，从于妈那儿套出大美和李甜甜一起去卖葡萄的事，赶紧追去。虞美人和庄宇为了保护野生动物，抓住偷猎者，他们扮成夫妻到饭店里吃饭，特意声明要吃野味。